今天，中外媒体都报道了泽连斯基愿意与俄罗斯交换领土，但德语媒体报道的角度稍有不同。德语媒体报道的语气听起来好像乌克兰占据着主动权一样。泽连斯基说是用乌克兰占领的俄罗斯库尔斯克领土交换乌克兰被入侵的领土。这样看来，是否有些天真呢？占领了一点点库尔斯克，换回的是1/5乌克兰国土，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我想俄罗斯可能会这样啊，俄罗斯可能会同意，目前打到哪里就冻结战线，不再向乌克兰一方继续推进。如果乌克兰不同意，那就继续往基辅方向打。2022年4月，在伊斯坦布尔会议期间，当时已经有了一份停火协议。后来在英国等国的运作下，泽连斯基拒绝签字。你们看现在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白白死了那么多人，以及卖掉了那么多乌克兰的耕地以及国有资产。前几日，德国媒体报道，乌克兰这个司机同志竟然向美西方展示了一张乌克兰稀土矿场地图。德媒说，泽连斯基愿意用稀土来换取美欧西方的军事援助，主要是把稀土给美国。这不是赤裸裸的卖国行为吗？难道乌克兰人民就没有半点想法吗？出于好奇，我发现啊，在 X 平台泽连斯基的账号下，他发布了一条推文，下面的评论估计有不少是乌克兰人。竟然不少人觉得用乌克兰稀土换取大漂亮的支持是个好主意，真的是令人无语啊！从中文媒体看的，其实是川建国同志强迫乌克兰用稀土来换取大漂亮的军事保障。为此，德国总理还强烈批评川建国同志太自私了。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国《世界报》报道泽连斯基愿意与俄罗斯所谓交换领土吧。泽连斯基愿意与俄罗斯交换领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动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他的副总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上会面，后者显然准备与俄罗斯交换领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准备在可能的和平谈判中与俄罗斯交换领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如果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成功地将乌克兰和俄罗斯拉到谈判桌前，我们将以一块土地换取另一块土地。乌克兰在去年8月的一次突然袭击中征服了俄罗斯西部库尔斯克地区的领土。泽连斯基没有详细说明乌克兰可能收回哪些领土。他说，我不知道，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我们所有的领土都很重要，没有先后之分。俄罗斯声称自己吞并了5个乌克兰地区，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2022年吞并了顿涅茨克、赫尔松、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地区，尽管俄罗斯并未完全控制这些地区。泽连斯基还说，单靠欧洲无法保证乌克兰的安全。他在采访中说，没有美国的安全保障不是真正的安全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尽快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美乌两国外交代表计划在未来几天举行一系列会晤。泽连斯基将于本周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好的，朋友们，德语媒体一般倾向于报道乌克兰军队较为正面的东西，更多报道的是俄罗斯军队面临困境。好，现在我们看看德语区网友对刚才这个报道怎么看，也就是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想用他们所谓控制的俄罗斯的土地换回乌克兰的土地。第一条评论，很高兴听到泽连斯基愿意进行交换，我想是用库尔斯克地区交换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被占领土吧。下一则，俄罗斯人当然不会同意这样做。继续往下，俄罗斯不可能主动撤出征服的领土。在俄罗斯继续招募新军的同时，乌克兰已经山穷水尽，充其量前线可能会冻结，因为乌克兰无法再提出任何要求。这位网友跟帖说，我的看法与你一样，这本可以在很久以前就完成交易，而且可以少死成千上万的人。
继续往下，你知道吗？即使德国脱口秀节目不断告诉我们，在普京面前寸步不让，乌克兰必须赢，但最终泽连斯基还是会相对淡定地割让领土，并为快速和平而庆祝。这当然是特朗普安排的交易，而好战的乌克兰支持者则会恼羞成怒。好，继续往下。但2年多前就可以预见到会发生这种情况，所有欧盟政客都全面失败了。在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中，牺牲了无数人的生命，损失了无数金钱。普京当然是侵略者，但如果认为乌克兰会毫发无损地摆脱困境，即使得到最大的支持，也是完全天真的想法。下一则，泽连斯基认为他可以永久控制库尔斯克地区。如果欧洲对他来说太弱，那他还想在欧盟得到什么？作为一名欧盟公民，我很难理解。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付出代价，可能还要守卫它，进行重建，而美国人则负责运走稀土。正是乌克兰的这种无理，让我讨厌这个国家。对于亲爱的乌克兰来说，只有最好的东西才是最合适的，不是吗？我一想到这个司机啊，就……继续往下。如果泽连斯基先生突然同意领土交换，那么他和普京之间的投资游戏从一开始不就足够了吗？我承认军火工业会挣得更少，其中一个或另一个政客本可以早就闭嘴的，等等等等，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啊。下一则，这都是胡说八道，每天都有不同的立场。普京再不会放弃这些领土了，因为他们已经加入了俄罗斯，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们现在就在俄罗斯了。泽连斯基的出发点是错误的。继续往下，这位网友跟贴道，不，就像领土被违宪纳入俄罗斯宪法一样，他们也将被一举废除。顺便说一句，在独裁统治下是没有宪法的，只有一纸空文。再往下看，整件事多少有些奇怪。特朗普一上台，泽连斯基就屈服了，同意交换领土。有没有人问过普京，他是想这样放弃库尔斯克，还是有下次战争的威胁？作为回报，欧洲人，首先是德国，可以继续支付乌克兰重建、武器供应等费用，而美国人则高尚的撤出，并且得到宝贵的资源作为回报。我真的不喜欢这个想法。下一则，我们已经可以听到左派和绿党在说，即使战争已经结束，每个乌克兰人都必须留在德国。乌克兰将把欧洲，尤其是德国推向毁灭。如果乌克兰自己不出钱，翻倍的军备预算和气候友好型乌克兰重建在财政上是不可行的。半个乌克兰已经许诺给了美国人，让他们在那里开采自然资源，二氧化碳排放无所谓啦。我不在乎那里会发生什么，为这样一个腐败的国家而死，就像一切从头开始重建一样有意义。让我们看看会给欧洲人带来什么样的损失。下一则，他想交换什么？库尔斯克公式留下的遮羞布，让俄罗斯必须认识到，仅凭一己之力永远无法夺回这些领土。这样的想法现实吗？继续往下，真有意思啊！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对泽连斯基来说，突然什么都可能了。再往下看，特朗普现在所做的一切本应是欧洲去做的，但由于慵懒情绪已经蔓延，我们宁愿处理二氧化碳税、数据保护、各种手续和移民问题。下一则，事情终于有了进展，首先也是因为特朗普，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枪声尽快平息，屠杀尽快结束。继续往下，如果那样的话，除了他账户里的余额外，一切都白费了。我们再往下看啊，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介绍这场盛会的最大赢家——军火工业。下一则，这一结果本可以更早的实现，
而且是可以预见的。这将使德国少花费数百亿欧元，而这些钱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继续往下，我也赞成交换，但交换的对象是我们德国，用2015年之后的德国领土交换2015年之前的德国领土。这位网友附和道：我更希望换回2015年之前的人口结构。下一则，让我做个总结吧。第一，特朗普24小时结束战争的承诺现在变成了6个月。第二，泽连斯基不与俄罗斯谈判的承诺已经荡然无存。第三，俄罗斯每天都在声称拥有领土的地区赢得领土，而乌克兰的防线则完全被削弱。结论是，普京已经与特朗普谈妥，他将有时间实现其大部分目标，然后战争就会结束。届时，特朗普可以宣称这是一次成功。作为回报，他将获得自然资源。欧盟应该为重建乌克兰被摧毁的基础设施出钱出力，并确保其边境安全。我们拭目以待，无论如何，胜负已见分晓。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网友对泽连斯基想用稀土换大票量军事援助的评论。第一条评论，我觉得这让人放心，因为这给了乌克兰获得进一步援助的筹码。不给乌克兰武器，就不给对方提供稀土，而特朗普也有动力不把乌克兰拱手让给普京。继续往下，终于有美国人承认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特朗普会与普京就乌克兰的资源达成协议，还是会推动这场战争？泽连斯基是否真的会把乌克兰青年赶进屠宰场？充其量，一切都可能归结为俄美联合开发乌克兰资源的项目，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样就不会有人为这些破事送命了。下一则，特朗普这位交易者再次向世界证实了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统治阶级的刻板印象，这必将增加普京和习近平在世界上实现其目标的难度。哈哈哈，我说的是讽刺话哦。继续往下，美国可以在乌克兰传播大量自由和民主，以换取原材料，就像在伊拉克一样。再往下看，好像这种交易是新的一样，只是以前没有人公开谈论过这个问题，除非你像特朗普那样是个自演自导者。下一则，在校园里，只有小弟给零花钱，大哥才会帮忙，怎么会有人如此没有人性？这位网友跟贴道：是的，就像黑社会一样，想要保护就得花钱。下一则，报道中说过这句话：美国总统要求乌克兰提供抵押，以继续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德国总理舒尔茨批评这一要求是自私的。于是就网友回应道：舒尔茨在暗地里批评自己的愚蠢，批评自己没有及时做成这样的生意。下一则，出于无奈可以理解，但很不好。你只需意识到这种做法对那些无法提供任何东西来换取交易的国家意味着什么。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德国总理舒尔茨的愤慨几乎是可笑的。德国支持了很多，没错，但还是太少，无法带来决定性的转机。人们经常试图向舒尔茨解释这一点，他现在应该意识到后果了。下一则，乌克兰应该向特朗普提供已经被俄罗斯人占领的土地，让泽连斯基自己去夺回。现在他将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已经一目了然，俄罗斯人保留他们所拥有的，而他也就是泽连斯基则剥削剩下的。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泽连斯基自己也提到，他的国家的原材料是乌克兰和平计划的一部分。特朗普不向任何人施压，他是从敞开的大门进来的。好吧，各位朋友，今天就到这里。显然，德国人心有不甘。第一，是美国得到了乌克兰的稀土，
德国一根毫毛的好处都没有得到，全部援助都打了水漂。第二，即使今后乌克兰的和平到来，德国人只有继续为重建乌克兰买单的份，这就是作为没有自主权国家的悲哀。可惜能看清这2点的德国人似乎不多。